怀了我的孩子，这个找死的理由倒是新鲜。敢问大人的旗下是否有个红色的胎记？红色胎记，是个不怕死的。怀了大人的骨肉，这女子生得真是貌美，可惜了，想用美人计也不长点脑子。全盛卿皆知大人是绝嗣之症，他竟说怀了大人的孩子，敢让大人当这个头喜当爹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不知死活。石方，你是死人吗？前世我被继母与继妹设计毁去清白，被迫嫁给纨绔沈夜星。沈夜星折磨我，毒打我，只为了讨好我的继妹江月瑶。临死前，我才知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沈夜星的，而是我的继妹江月瑶和我的未婚夫秦玉编造陷害我的假象。当我清楚真相时，我却已被他们一把火烧死在柴房。大人，你不记得了吗？3个月前在荆州府那晚，你我情到浓时都做了什么吗？大人，你真的不记得那晚发生的事情了吗？你既然说怀的是我的孩子，那我便将这孩子剖腹取出，看看生的到底像不像我。我的大人若不信我所说的，可曾还认得这正午？那一夜，这张脸也像这般哭红了眼。这是大人的线裤，那晚情急，我穿错了大人的，我的应该还在大人那里。即使我们有过一次，你又如何证明你肚子里怀的孩子就是我的？我还要给你证明？好你个谢燕京，你难道还想赖账不成？矫揉造作！母亲，你为何来此？他腹中的孩子当真与你有关？此事我自会处理，不劳母亲忧心。处理？谢妍真所谓的处理，是将我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同处死吗？夫人，我怀的真是大人的孩子，我乃荆州知州江木林的嫡女江凌训。你竟是荆州知州之女？是，那日臣女受人陷害，才与大人有过。我本不敢攀附，可如今有了身孕，父亲又逼我另嫁纨绔，我不求名分，只求大人保下这孩子。我愿对天起誓，生下孩子后立刻离谢府。若为此事，不敢奢求。你不也从荆州来到了盛京？多说多错，留不留我，也只是在谢家人的一念之间。燕京，母亲只问你一句话，你与他当真发生了关系？仅有一次。燕京被人称是绝素之症，无非是他对寻常女子提不起兴趣，这才被人传成这样。能有这一次就够了，这绝素之症有救了。他竟然承认了，还算是良心未泯啊。这女子样貌出众倒是，可是偏偏过于娇柔，和我心中的儿媳样子差远了。你怀的究竟是不是我儿子的骨肉？待分娩之日自有分晓。若是你敢愚弄我，我可不管你是什么知州的女儿，定叫你有个好下场。臣女明白。现在孩子身份不明，自然也不会给你任何名分。进入谢府之后，谨守规矩。若是再做出勾栏瓦塞瑟那般行径，我定不轻饶。是，太好了，我可以进入谢府了，我的孩子保住了。燕京，母亲这般安排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她怀的若真是你的骨肉，母亲怎能忍心让你的骨肉流落在外啊？听从母亲安排，只是莫要叫我在府中见到她。你放心，谢府那么大，随便安置。再说，我也不想让我儿子被这样的女子迷住了眼。这里的陈设比我在江家的闺房还要好上一些。小姐，你快坐下休息，奴婢把咱们带来的东西收拾一下。孩子，这一世娘亲绝不会让你像前世那样被人陷害。你是谢家的血脉，等你平安降生，谢家定会护你周全，娘亲也定会为你讨前世的血债。江姑娘，这是大夫人为你请的大夫，来为你诊平安脉。
多谢夫人。这位姑娘只是有些血虚之症，怀胎之人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开几副药吃一下便无大碍。平日里注意饮食，多食些鱼蛋肉类，血气自然就能补充到位。多谢大夫。来，请。谢谢西厢。江姑娘，有些话我要交代一下，以后称呼夫人要叫大夫人。老夫人共有2子，没有分家，还有个2夫人，切莫混淆了。是，我记下了。大夫人并未拘着你不准走动，但是不许擅自出大夫人的院子。大夫人也不需要你日日去请安，你安心养胎，切不可主动惹事，否则有你的好看，懂了吗？多谢邱嬷嬷提点。要是将门出身，定不屑后宅算计，但我也要小心为慎。谢彦成因父亲早逝而被传世绝嗣之政袭爵搁置，如今二房趁机夺了掌家权，邵氏这大房夫人反被彻底架空了。我才刚进谢府，二夫人冯氏就找派人账上门了。她定是惦记着我腹中的孩子，毕竟这孩子可是决定谢彦征能不能夺爵的大事。大夫人斗不过她，但我可不是吃素的。这冯氏表面娇滴滴的，实则阴毒狠辣。这些年我在他手里吃了不少亏，直到交出管家权，他才算消停些。给大嫂问安。坐吧。小面糊，绵里藏针。大嫂，我听说有人挺着个肚子来碰瓷燕京，说是怀了燕京的孩子。我呸！你可真见不得别人好。二弟妹这消息可是灵通的很啊。大夫人，江氏求见。她来做什么？江氏可是那个挺着肚子来找燕京的女子。大嫂，想进谢府的女人多的是，你可要仔细点呢，免得毁了燕京的名声。见过大夫人、二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回大夫人，我本想来谢号大夫人，恰好看到二夫人前来，又听到二夫人对我的身份颇感好奇，便来相见。我实在不想让二夫人误会。我误会你什么？燕京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你随便挺着个肚子就说是燕京的孩子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个骗子？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，否则就凭你这来历不明的肚子，也想进我们邵家的门？二夫人，我是荆州知州江木林的嫡女，与谢大人在江府定下的情缘。我敢拿江府全府132口人的性命担保，我怀的就是谢大人的孩子。既是知州的女儿，又为何只身一人来到盛京？你怀上燕京的孩子，自有你父亲为你做主。我父亲贪图聘礼，逼我嫁给一个歹人。我坦白怀了大人的骨肉，那歹人竟想毁我清白，强认下这孩子。我为保住大人的血脉，只能逃来盛京求大人庇护。没想到竟是如此。若是真如他所说，倒也是个可怜的女子。二夫人，请问这种情况下，我来找大人护佑我和他的骨肉，有错吗？一向伶牙俐齿的冯氏竟接不上话了，他不能说是错的呀。我所言句句属实，请大夫人派人去调查，若是有半个字的虚言，我甘愿受任何惩罚。我自会派人去调查清楚。谢家的血脉不容混淆，虽说是配合江氏，但是我心情舒畅，总算是在冯氏面前找回一次场子，没让冯氏牵着鼻子走。还没完呢，既然冯氏上赶着来找麻烦，我一定会送冯氏一个大礼。二夫人，虽然我不认识您，今日才是第一次相见，但是我对二夫人早就心生敬仰之意。我一来到盛京，便听到您的传闻，都说您人美心善，与大夫人虽是妯娌，却亲如姐妹，对谢大人更是视如己出。大人被传绝嗣，想必你也心痛。如今大人有了自己的子嗣，你也一定非常开心吧？是啊，我当然开心。我就说，二夫人定然不会像那些丫鬟妄自议论的那般恶毒，觊觎谢家的家业与爵位，不想让大房好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是哪个丫鬟乱嚼舌根？看来是我治家不严，竟让他们敢如此妄议主子。我初来府上，不知那人是谁。邱嬷嬷好像也听到了，是吧？邱嬷嬷。是的，二夫人，是厨房的管事和几个粗使丫鬟在闲言碎语。厨房管事，那可是我的心腹。不对，这是诬陷，就这么直接张口就来诬陷我。大嫂，
我统管全家，事务繁杂，难免有些疏漏的地方。那些碎嘴子传出这样的闲话，大嫂可千万不要误会我，我是真把大嫂当亲姊妹一样亲。既然是下人的错，惩戒下人便是。你秉公处理，又怎么会影响你我的关系？是，大嫂说的是，我一定严加管束。入府这么多年，这还是我头一次在邵氏面前这么没脸面，全是因为这个江氏。刚入府就挑拨是非，无名无分的，只仗着个肚子就敢如此嚣张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大嫂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你了，告辞。笑死，想趁机挑拨离间，说不定那只是江灵运的一面之词。真要惩罚那些下人，也不过是做样子，给邵氏一个交代。等一下，二夫人，您不把那些碎嘴的下人叫过来，当着大夫人的面惩戒吗？这样才显得您与大夫人感情深厚。要不然，肯定有人说你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，甚至对那些下人有包庇之心。没想到这江灵运看着柔弱，性格竟然这么强势。就这得理不饶人的架势，我是怎么看怎么顺眼。尤其还是针对冯氏的，那简直更是大快人心了。这个江氏像只王八一样，咬住我就不松口了。邱嬷嬷，你知道是谁在背后碎嘴子？你去把人都给我叫来，今天我要好好的惩戒一下他们，看以后还有没有人敢背后妄议主子。是。江氏，你还怀着身孕，坐下吧。谢大夫人。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回二夫人，奴婢不知。是啊，二夫人，奴婢不知所谓何事。今日你们可曾在背后妄议主子，说我想要谢家的家业与爵位，不想让大房好？没有啊，二夫人，奴婢们哪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是啊，二夫人，奴婢们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说这种话呀。奴婢冤枉啊！江氏和邱嬷嬷都听到了，你们还敢狡辩？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们？我们何时说过这种话？你们不承认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二夫人，这种事情只能指望您明察秋毫了。大夫人受压制，邱嬷嬷的日子自然难告。主若仆妻，前世亲俗为我寻食被辱的惨状，我永生难忘。邱嬷嬷比谁都盼着大夫人掌权，这是本无实证，她顺水推舟的一句话，直接把冯氏架在火上烤。还敢狡辩？邱嬷嬷可是大夫人陪嫁丫头，来谢府快30年了，她还能冤枉你们不成？来人，拖出去，一人打20棍，再罚3个月的俸禄。饶命！二夫人饶命啊！这惩罚重了些。冯氏要保住自己的名声，也是故意打给邵氏看的，省得邵氏再拿这事做文章。大嫂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先告辞了。慢走啊！派人去荆州暗查一下江灵玉的底细。是，二夫人。你们是什么时候遇上那几个下人的？他们怎么可能当着你们的面说那些话？回大夫人，奴婢就没听到他们说这些话，只不过是附和江姑娘的话罢了。你没听见？他们真的是被你们诬陷的。大夫人，二夫人有没有想独揽谢家的家业，并且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的心思？你这才刚入府，就瞧出来他的心思了？是啊，若非如此，他怎会急着来打探，还暗指孩子不是大人的？他巴不得大人绝嗣，好让二房夺爵，绝不会容我平安生下子嗣。我这不算诬赖，只是为了保护孩子罢了。你想保护孩子，就不应该这么冒尖。这下冯氏还不恨你入骨，你这样做只会招来冯氏更大的敌意。敌意不分大小。大夫人，您这些年一味退让，冯氏知足了吗？冯氏贪得无厌，恨不得把我赶出谢家。以前燕京情况未明，我没心思去争，如今他有了骨肉，我若再一味退让，就是我邵云英窝囊。大夫人，请您相信我，二夫人这一次没有讨到好处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不能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。大夫人，奴婢也觉得江姑娘言之有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她伤害你和肚子里的孩子，谁也不能动燕京的骨肉。谢大夫人垂怜。小姐，大夫人这是接纳小姐了，小姐往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。接不接纳我都只是借谢府的庇佑生下孩子，让孩子在谢家的照顾下平安长大。逃得比兔子还快。大人，江姑娘好像没有看到您，您刚刚站的地方太暗了。清流，我先在院子里坐一会儿，你帮我拿把蒲扇来。是。
小姐，你不是要在外面坐会儿吗？怎么回屋了？我突然不想在外面了。谢燕城怎么会跟着过来？莫非刚刚不是偶遇？他是特意来找我的。大人，参见大人。参见大人。你才刚入府，便挑拨我母亲与二房的关系，闹得内宅不宁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你以为我母亲把你接入府中，就是认可你的身份了吗？不信，江凌云大着肚子找上门来，会毫无所图。大人来兴师问罪之前，为何不去大夫人那里问明缘由？大人不相信我，应该相信自己的母亲吧。你拦我的轿子时，我母亲刚好出现，能是巧合？我早到了圣机，为求大人认下孩子，我只能谨慎筹谋。是我暗中打听了谢府，买通下人给大夫人透了消息，她才会出现的那么巧。在我面前，眼泪可没有什么用处。对于那种想要靠眼泪来扮无辜柔弱的犯人，我都是先让人挖出他的双眼，再开始审。若非重活一世暗中查探，我也不知那晚的人竟是他。前世直到我死都不见他来寻过，如今我找上门，他竟也无动于衷。他难道真的不在乎绝素，不在乎我腹中的苦肉吗？继续说话。我不可能告诉他我重生了，说了他也不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怪物。江凌旭，疼，好疼！好烦，究竟怎么样他才肯认我肚子里的孩子？大人还在质疑我与你一夜欢晓。我没有质疑那晚，我问的是，你为何知道与你欢好之人是我？我本不知大人身份，那晚我被继母灌药，险些被送上他侄子的床，我拼死逃脱，误闯了那个房间，药性太烈，事后我根本记不清大人的容貌，甚至差点信了继母，以为那晚的人真是他侄子。前世我醒来时屋内漆黑，发现尸身后惊恐万分，只想逃离。若当时多看一眼那男人的脸，也不至于被沈夜杏骗得那么惨。还好，老天有眼，让我知道了那晚的人不是他。事后我一直在想，和我一夜欢好的人究竟是谁？他既然夺了我清白之身，应该会来寻我的吧？我一直等那人来寻我，直到怀了身又遭继母陷害也没等到，我这才设法查清大人身份，千辛万苦来圣宗寻您。既然大人不愿认下这孩子，我们母子便任凭处置吧。那晚我不是睡着了，而是体内有伤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我已经泡在药池里，不记得那晚发生的事了。原来如此，是我误会大人了。即使我记得，也只是给你一些补偿，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你现在挺着肚子找上门来，我也不会娶你为妻。江凌云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我来谢府只想平安生下这个孩子。不要以为讨得我母亲的欢心就能得到你想要的，不许觊觎正妻之位，不许对我有非分之想，不许惹是生非。我说的话他是一个字也不信，甚至都不想听我说完，就是认为我还有所图，图他的正妻之位，图他的人。一个冰冷薄情无趣之人，我有什么好图的？大人放心，我对大人毫无觊觎之心。如此甚好，东西还我。什么东西？血库。大人稍等，我这就取来。等等，大人，那晚我穿错了大人的，大人见到我那条了吗？我说过了，我醒来已不在那个房间。罢了，找不回就找不回吧。小姐，首府大人太吓人了，奴婢一见到他就双腿打颤。咱们在谢府待不了多久，小姐，你真的准备生下孩子后就将孩子舍在谢府吗？有大夫人的庇佑，他能平安长大。清流，明日你出府一趟，我们已经入了谢府，也该让沈氏知道我的下落了。是，小姐，奴婢明天就去安排。石房，取个火盆来。是。大人，火盆端来了。大人，那是冷的，属下再重新泡一杯。不用。那晚
我宿荆州知州府上，你回来时房间只剩我一人吗？你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回大人，那晚我回去时就见大人昏迷了，怪异之处就是大人未着寸缕。大人，是属下失职。你的确失职。大人，属下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女子进入大人的房间，还与大人发生了关系。属下当时非常担心大人的安危，连忙带大人去医治了。你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可曾发现不属于我的东西？大人，是有一样东西，不过当时我以为是大人的，现在才知道不是大人的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一条女子的亵裤。怎么办？我不会被大人灭口吧？你以为那种东西是我的？大人饶命啊！属下该死。那个东西现在在哪儿？大人，滚！京西市物美价廉，深受百姓喜爱，但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却绝不肯舍下脸面来此。曾有官宦庶女贪便宜买了西市的东西，在宴会上被当众嘲笑，丢尽了颜面。姑娘，看看我的货，正宗的荆州蜜饯糖果子，是荆州的吗？姑娘可以尝尝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姑娘，你也是荆州来的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来买荆州的糖果子？对，我家小姐怀了身孕，胃口不好，突然想吃金地糖果子了，特意让我来西市看看，给我每样来点，包2包。好嘞，说不定咱们离得很近，你家小姐想吃什么，我都可以帮忙带点。我家小姐可是荆州知州府的大小姐。哎呦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我回去问问我家小姐还想吃什么，到时候再来告诉你。好的，好的。江灵玉逃走后，最慌的当务继母沈氏。沈叶星动用人脉追到盛京，险些在客栈将他抓住。如今江灵运入了谢府，再无所惧，便主动泄露行踪，只等沈氏出招。表公子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我有急事要见姑母。夫人，沈公子急着求见，应该是找到大小姐的下落了。姑母，我的人找到江灵玉的行踪了。你把她抓回来了，她如今在哪儿？没有抓到她，只是发现她的行踪了。都发现她的行踪了，为何不把她抓回来？难道还让她再次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走吗？姑母，那晚江灵玉逃走，我没能夺去她的清白，后来她还是怀孕了。我们猜测她是便宜了哪个小厮，其实不是小厮，她怀的是当朝首府谢彦成的孩子，如今都被接去谢府了。你说什么？首府谢彦成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姑母，我也不信，堂堂首府大人怎么可能出现在江府？那晚，首府大人的确在江府，可是首府大人不是得了绝嗣之症吗？江灵玉又是怎么怀上首府大人的孩子的？是啊，我的人打听到江灵玉挺着大肚子拦住首府大人的轿子，声称她怀的是首府大人的孩子。后来谢府的大夫人出现，把江灵训接进谢府了。真让他攀上谢府高枝，我陷害他的事必会败露，到时候利益至上的老爷必会严惩我。月瑶和秦玉的婚事也会生变，我图谋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。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灵玉休想有这好命，我绝不能让她嫁进谢府。叶星，若她攀上高枝，你姑丈定会为了讨好她而严惩我，沈家也会受牵连，咱们谁都别想活。姑母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有办法了。叶星，你立刻去盛京，一口咬定你们早有私情，孩子是你的。他大腿内侧有块胎记，只要你说出这个，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好，就按姑母说的办，我一定会把江灵运带回来，让他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表妹，表哥，你先稍等一下。母亲，
不如让我与表哥一同前去。我是女子，前往谢府寻自己的亲姐姐，谢府没有拒绝的道理。秦玉哥哥前2天和我说，他要去盛京一趟，他父亲在盛京为他谋职，他要亲自去打点一番，我刚好可以与他同行。你和秦公子同行，母亲就放心了。那我去派人通知秦玉哥哥。表哥，你也回去准备一下，等我的消息。好。大夫人，奴才查实了，江小姐所言句句属实。那秦家公子确实与江家二小姐暗中交好，还有那沈叶星，虽是沈氏侄儿，心思却也全在二小姐身上，常私下送她贵重礼物。这些情况和江凌韵说的一样。那日用膳，他就将情况全盘托出，他逃出继母算计，继母肯定不会给他善罢甘休。邱嬷嬷，拿些赏钱。多谢大夫人赏。退下吧。是。夫人，从这些情况来看，江小姐在江家的确是吃了不少苦。她那个父亲也是个不合格的，发妻去世当年就迎娶继室。大夫人，奴婢听着您的口气，似乎已经接纳江小姐了。燕京那晚主动去见江凌韵了，他还说不要让她在府中看见江凌韵，结果人家刻意躲着她，她主动找上门去了。你是看着他长大的，见他做过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儿吗？奴婢从来没有见过，现在说我接纳他还太早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大夫人说的是，你去告诉江氏，以后每月给他20两零多饷，让他再从我库房挑头面和几匹好布给他做新衣。他那边缺什么，你直接安排，无需向我汇报。是，大夫人。姑娘快坐下，不用起身，这是大夫人给姑娘的，以后每个月都给姑娘20两银子零用。但是这钱姑娘不要多想，不属于月银。邱嬷嬷放心，大夫人的意思我懂，多谢大夫人。应该是大夫人派去调查我身世的人回来了。姑娘还是要为自己争一把呀，往后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大夫人不争权，苦的是我们这些下人受气。如今来了个怀着骨肉的江凌玉，手段了得。若他能帮大夫人夺回管家权，我也能跟着扬眉吐气了。邱嬷嬷，我无名无分，处境艰难，我不敢对大人有非分之想，更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平安生下这孩子。如今继母不肯放过我，二夫人也虎视眈眈，这世上只有大夫人能保我们母子平安。姑娘放心，大夫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这个孩子。邱嬷嬷，还望您垂怜，若是我有什么艰难之处，求您助我一把，我定当感激不尽，会好好的报答嬷嬷的。姑娘，你这可折煞我了，就盼着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们谢府的小主子，我也定会为你鞍前马后，日后姑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只管开口。有嬷嬷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姑娘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姑娘了。清流，送嬷嬷。是。小姐，大夫人这是相信小姐了吗？还给小姐这么多赏赐。清流，不管大夫人对我的态度有什么样的转变，咱们都会离开谢家，记住了吗？小姐，奴婢记住了。除非首府大人愿意明媒正娶，让小姐做他的正妻，否则奴婢也不会同意小姐留下的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来吧。我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准姐夫，秦家地位显赫，秦玉又相貌出众，江灵逸凭什么有这好运气？所以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瑶瑶，等我在盛京的职务定下来，我便让我父亲母亲去江家提亲，娶你为妻。秦玉哥哥，能嫁给你是我毕生的心愿，可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姐夫，你应该娶姐姐的。江凌韵怎配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，与你那表哥不清不楚，还勾搭上了首府大人。她这种女人只配进猪笼。我也没想到姐姐竟是这种人，她早和表哥暗通公寓，如今攀上首府大人便甩了表哥。更可怕的是，她竟把表哥的孩子赖给首府大人，将来真相大白，肯定会牵连我们的。别怕，你直副管去谢府揭穿真相，至于她落得什么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，你不必替她担心。可是她是我的姐姐啊。瑶瑶，你就是太心善了，我秦玉何德何能遇上你这样心地纯善的好女孩？现在不可，晚上你来我房里，你快去办正事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好。
表哥，你为何私自进我的房间？你不知道男女有别，要避嫌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不是也从秦玉房里出来吗？你和那秦玉怎么不避嫌？他可是你的准姐夫呢，你和他究竟是不是传言的那种关系？表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一直把秦玉当哥哥一样，别人传我的闲话也就罢了，你也这么想我？好，是我说错了，你别生气。你命人把这帖子送到谢府，切记要交给管家的二夫人。为什么找二夫人？不是应该直接给大夫人吗？你不要管，按我说的去做。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春雨，你去把这位二小姐接进府来。是，二夫人。没想到谢府的二夫人这么快就有了回应。江小姐，我家二夫人请小姐入府相见，小姐现在就随我前去吧。有劳姑娘。姑娘，请上车。谢家更是圣经屈指可数的权贵门阀，若让江玲玲借着肚子进了谢府，哪怕只做个妾，我也寝食难安。我必须把她踩在脚下，让她永远只配跪着跟我说话。母亲花重金在府里造个远景，心疼的念叨了几个月，可如今一比，竟还不如谢府的一个墙角。若能成为这谢府的女主人，做梦都会笑醒吧。这些丫鬟身上穿的布料，竟然和我的衣裳所用的布料是同一种。这个江月瑶怎么比江灵韵差那么多？是同一个府上养出来的吗？荆州知州江氏月瑶，拜见二夫人。江小姐不必多礼，坐吧。春雨，给江小姐上茶。是。二夫人，这是我母亲特意为二夫人准备的礼品，聊表敬意。心意我收下了，礼物就不用了。你姐姐自称怀上了燕京的骨肉，被大夫人接入谢府，这么大的事，她竟没告知江家吗？二夫人，我姐姐真是这么说的。据我所知，她怀的孩子根本不是首府大人的，是我表哥的。江小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些书信你可带来了？请二夫人过目。伤风败俗，不知廉耻！可怜我表哥对姐姐一往情深，发疯般寻她，得知她在谢府都不敢信。二夫人，姐姐怀的真是我表哥的孩子，我怕他恶行败露牵连家，特来禀明，还请二夫人将他赶出谢府，免得混淆了谢家血脉。江小姐是个拎得清的，但你找错人了。我虽管家，可燕京是我大嫂的儿子，怎么处置江陵园，得由我大嫂说了算。这个二夫人究竟是真不想管，还是假意推脱？还要提醒你一点，江灵玉已经讨得我大嫂的信任，加上燕京一直被传绝信，这个孩子对我大嫂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表哥此时也在圣京，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江灵怀的孩子是他的。江小姐，这件事我现在真的不能插手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此事严重影响到我谢家的声誉了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我懂了，冯氏果然是在假意推脱，这是想让我们把事情闹大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江小姐，江二小姐今日去了二夫人的院子。邱嬷嬷，劳烦您多关注盛家城内的消息。江灵玉，不要抛弃我！我究竟哪里不好？你说过要和我在一起一辈子的，为什么转头就把我抛弃了？这人是谁啊？谁知道啊？他嘴里喊的那个江灵玉是谁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哼，没听过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。这些全是你给我写的信，我以为这些都是你的肺腑之言，都是骗人的。别看，全是孟浪之词，不堪入目。给我瞅瞅，到底写了啥？真是够浪的！这江灵玉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不，你敢欺骗首府大人，欺骗谢府的大夫人，肯定不止被赶出谢府那么简单，你肯定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江灵玉，不要离开我！这江灵玉到底是哪家的小姐啊？能写出这种信啊？能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姑娘？
我知道江灵韵是谁，这江灵韵是荆州知州嫡女，前几日大着肚子拦轿，非说怀了首府的骨肉，还被接进了谢府。首府绝嗣，全盛京皆知，他敢污蔑首府，活腻了。大夫人信了他，但我敢肯定，孩子绝不是首府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人是他继母侄子，江灵玉早有婚约，却不知检点，早和这人暗通关曲了。这事儿在荆州早传遍了。江灵玉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得下去啊？你不要我就算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儿都不愿承认是我的了吗？投河了，有人投河了！快救人啊！有人投河了！救命啊！计划中没有让他去投河呀，他演的也太入戏了吧。刚刚大人竟然亲自出手了。我让你去调查江灵玉的时候，可曾调查过此人？此人就是沈夜星，江小姐的继母就是想借他来毁掉江小姐的清白。平日欺男霸的话，绝对是在诬陷江小姐。你这么确定他在诬陷江灵玉？刚刚大人不也是这么觉得的吗？是我理解错了吗？如果大人不是这样想的，为什么要出手？大夫人，奴婢特意查了一下，这个沈夜星是和江家的二小姐一同来盛京的。那个江二小姐还给二夫人递了拜帖，二夫人已经见过她了。大夫人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大夫人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在院里待着。赵氏的语气听起来强势，我却听出来包含着保护的意味。我知道大夫人保的是我腹中的孩子，不过还是让我挺感动的。大夫人，您不能去找二夫人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大夫人，你现在去找二夫人根本解决不了什么。她见过江二小姐，为何不和我说？她安的是什么心？当然是一颗为大夫人着想的心。这还真是冯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大夫人，造谣之人只需张张嘴，辟谣的人就算跑断了双腿，也未必能恢复自己的清白。那就任由他们污蔑你不成？还有谢家的名誉，燕京的颜面也不要了吗？大夫人，只要你相信我是清白的，我就不怕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好，这一次就听你的。多谢大夫人信任我。江灵玉竟然能劝得住大夫人，看来以后的日子有盼头了。沈夜星贪生怕死，怎么可能真的投河？大夫人，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这件事儿，都不信江姑娘怀的孩子是大人的，还把江姑娘骂得一文不值，倒是没敢怎么议论谢家，更不敢议论大人。江灵玉，你准备怎么还击？先不着急，现在江月瑶那边才刚刚演完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二夫人即将登场了。只要邵氏来闹，我就说到老夫人那里。只要沈夜星一口咬定孩子是他的，老夫人就绝不会被留下江灵絮。往后我在暗中除掉那隐患，全程不脏自己的手，简直天衣无缝。春雨，东院那边还没有动静吗？二夫人，还没有什么动静，要不奴婢偷偷去瞧瞧。不要让东院的人察觉。是。怎么样？那邵氏在做什么？回二夫人，大夫人院里不时传出笑声，那江灵玉正在给大夫人说民间故事呢。邵氏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吗？她怎么那么沉得住气？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夫人不可能不知道啊。她肯定知道，是江灵韵。看来是我小瞧了她，竟然把邵氏哄得团团转，让邵氏乖乖听她的话。二夫人，大夫人不来咱们院里闹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她不来闹算罢，外面已经闹成那样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给老夫人请安。为了谢家的声誉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理。二夫人说的是罗甲香香，这个香香门非大小娼家一致好莫我。
谢恋前。小姐，邱嬷嬷传话说老夫人要见你，让咱们赶紧收拾一下，和大夫人一同前去老夫人的院子。二夫人也不像我想的那般沉得住气，只是二夫人的对手是急性子又没有多少城府，还不屑玩什么手段的大夫人，一对比就显得二夫人持重沉稳了。大嫂，见过母亲。拜见老夫人。邵氏，你平日里大大咧咧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谢家的血脉一事上也如此糊涂？母亲，我问过燕京，她亲口承认与江灵玉有过一次露水清源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老夫人，仅凭这几封可以随意造假的信件，不足以证明。昨日锦江岸边发生的事，你可知晓？若他与那个姓沈的男子真无瓜葛，那姓沈的怎会为他投河？祖母，母亲。哼，就算燕京真的与他有过一次露水姻缘，又如何？就能证明他怀的一定是燕京的骨肉吗？母亲，即使是这一次燕京的子嗣，总是有希望了。我一没直接认下江灵运腹中的骨肉，二没给他名分，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确定是燕京的骨肉再才做打算。这样的安排有错吗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来禀明我，擅自做主把江灵玉接入府中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谢家不是你说了算，你接他入府，惹出这么大闲话，谢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母亲息怒，大嫂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她实在是太操心燕京的子嗣问题了。再说燕京的子嗣关乎咱们谢府的传承，母亲不也一样着急吗？香火传承，那也得是我谢家的血脉才有资格。二夫人这一句话看似在劝，其实是在暗指大夫人想要家业，要爵位，根本不在乎什么谢家的血脉是否纯净。分家吧，我自请出府，自立门户，我只要我的嫁妆，别的一概不要。我从不知母亲在府中被逼到如此境地。邵氏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！大嫂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恐怕要说你忤逆不孝了。这屋里就我们几个人，谁会往外传？老夫人，我指天发誓，与沈叶星绝无瓜葛。我怀的确实是首府大人的骨肉。我继母与继妹自幼便嫌弃我，甚至抢了我的未婚夫。他们如此污蔑，就是想彻底毁了我，让我永不得翻身。江灵玉，你有你的说辞，他们有他们的说辞。谢府不是衙门，还要帮你们断案。二夫人，这事总不能闹到衙门去吧？难道我要去敲登闻谷澄清，为我腹中的孩子寻找生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夫人，我愿意与他们当场对证，到时候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，相信老夫人您自有决断。既然你攀扯上了我谢家，这事儿便由我来管。冯氏，你去把江家二小姐和那个姓沈的请进来，与江灵训当场对质。是。齐玉和谢彦辰一对比，立即黯淡无光了。江灵玉要是真的留在谢府，天天守着这样谪仙一样的男子，我会疯的。这眼珠子乱转的模样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哼！阿玉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担心你。我根本无法控制恨意，无法原谅沈叶星过往的所作所为。明明他也是当事人，却闲视的好像与他无关一样。江灵玉，你竟敢随身携带短刃，还当着老夫人的面出手！江灵玉落在我的手里，看我怎么折磨他！阿玉，你竟如此薄情，你是想封我口吗？我们以前是多么相爱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怀的可是我的骨肉啊！你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？姐姐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怀的是表哥的骨肉，不可能蒙混得下去。趁现在局面尚可回转，赶紧坦白，
相信大人和老夫人还能对你网开一面。沈夜星，空口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与你暗通冤局？你的身上有一处胎记，若不是曾近距离相处，我怎会知晓这般隐秘之事？真是不知自重啊！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荒唐的场面。大人，我身上有没有那块胎记，你最清楚，还请大人证明我的清白。燕京，他的身上究竟有没有胎记？那晚未关注此事，不知有没有。原来江灵运破局的关键在我，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。那可否请大人现在查证一番，看看我的身上究竟有没有那个印记？江灵玉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自持自重？云嬷嬷，你去上前查验。这一次，看江灵运还如何狡辩，我就等着看江灵运的下场。我不该对他抱一丝希望的，我该牵制这屋里的哪个人？二夫人不懂武艺，素来惹人厌感，就是她吧。祖母，此事还是由我亲自确认最稳妥。祖母，请稍后，我带他回偏房查验。干嘛费劲去偏房？这不就有地方吗？不就看一眼的事儿。开始吧。就在这里查验吗？你想去哪儿查验？祖母那里。他竟这般坦然，半分拘谨都无。被污蔑时我都没觉得如此屈辱，他堂堂首辅，怎会看不清这等粗浅的构陷？刚刚在老夫人那儿，他只需一句否认，沈夜星的谎言便不攻自破。可他没有，或许我来找他就是个错。他不仅凉薄，更绝情。他敢利用我，还敢委屈上了。大人不必看了，我身上有胎记，这证明不了什么。就像我能打听到大人身上的胎记一样，我贴身下人全是继母指派，他深知我所有隐秘私事。他若指使沈夜星借此毁我名节，我根本百口莫辩。江灵玉，你那天特意指出我身上的胎记，就是在等今天吧？你早就猜到他们会用此计来污蔑你。你指出我的胎记，是想借此来说服我信任你。多谢大人相信我。江灵玉，我何时说信任？刚刚大人不是说他们用此计污蔑我吗？这不证明大人认为我是清白的吗？江灵玉聪明有心机，但是这些聪明和心机用在我的身上，就是不知死。大人，江灵玉，你的下场全在我一念之间，不是我信不信，而是我救不救你。那大人能救救我吗？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想让我怎么求？谢燕京究竟想要做什么？还要逼我低头吗？他想让我用这种方式求他，甚至是折损尊严去迎合他。大人明鉴，我对大人绝对没有一丝非分之想，请大人自重。他的反应是我想要的结果，可是心里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烦闷感。他拒绝了我。谢燕京刚刚突然做出那种行为，应该是在试探我。如果我真的用讨好他的方法去求他，反而大祸临头，那我刚刚的反应有没有让他满意？他到底肯不肯帮我？云嬷嬷，你去催一催。是。老夫人，大人回来了。那枚印记位置特殊，方才二人独处书房，少年人心性热忱，如今二人情投意合，往后再也不必忧心家中子嗣稀少了。我想不明白，江灵溪怎么就入了首府大人的眼了呢？祖母，刚刚我再次确认过，江氏的身上没有他们所说的胎记。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。不可能，我姐姐身上绝对有胎记，我还看到过。老夫人，定是她说动首府大人帮着她遮掩实情，
您只要再派人查验一次，就能戳破他们的谎言。是啊，江灵玉身上绝对有胎记。这个江灵玉手段了得，竟然能让谢燕真护着他。石方，把此人带下去，罚他永不得开口言语。首府大人饶命，老夫人饶命啊！看来谢燕京是真的动怒了。这便是区别，压在我身上难解的困局，险些让我走投无路。可到了谢燕京这里，只需一声吩咐，便能重罚搬弄是非的沈叶星。难怪世人皆追逐权柄，人人心生向往。沈叶星竟受了这般重罚，他身子能否扛得住？那我呢？我会不会也要承受这般责罚？不要罚我，一切都是他同我说的，是他的主意，不要责罚我。这个家里究竟是谁说了算？谢燕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祖母放在眼里？他居然完全不经我的手擅自做主。母亲，燕京亲自证明了江氏的清白，你大可放心了。那个江月瑶与沈叶星是故意构陷江氏，就算是有人构陷他，你就敢保证他怀的就是燕京的孩子吗？是啊，大嫂，母亲也是为燕京着想。你太容易受骗了。自从江灵玉出现，谢家都成了圣经的笑柄。他败坏谢家声誉，你不仅不罚，还袒护他，母亲怎能不气？冯氏还敢在这里拱火？哼！二夫人，你是怕我接下来说出的话会暴露你的真面目，所以才不准我开口吗？啊！大人，救我！这江灵玉是装的，叫人造作，可是就是一点也讨厌不起来，是怎么回事？还有燕京这反应，明显是在袒护江灵玉啊！他血口喷人！江氏，你继续说，如果真是诬赖二夫人，我绝不轻饶。老夫人让二夫人管家，维护谢家声誉便是分内之事。江月瑶和沈叶星蓄意损害谢府名誉，二夫人不仅不阻止，反将他们请进府，在老夫人面前闹，既没保住声誉，又让老夫人操心，所以我才说错在二夫人。今这二人来谢府一遭，只会惹来更多的闲话。虽然大人已经证明我的清白，也只是我们这些人知道真相，外人不得而知啊。人言可畏，三人成虎，人们只爱听八卦，哪还会管什么真相？对，眼下当务之急肯定是保住谢家的声誉。好一招祸水东营啊！明明影响谢家声誉的是他江灵玉，他才是始作俑者，结果江灵玉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老夫人，自入府便听闻二夫人觊觎家产爵位，见不得大房好。如今想来属实，他纵容旁人损毁我的名声，想将我赶出府，让孩子的身世再也说不清。何况大人子嗣淡薄的毛病，至今未见好转。原来我从那天就落入江灵玉的圈套了，好深沉的心机啊！真有此事？母亲明察，我绝对没有这种心思。您千万不要听这个江灵运的挑拨之言，他才来府上几日，母亲难道就因为他三言两语怀疑我吗？我知道江灵运在挑拨，要说冯氏没有这种心思也是假的。我不想看到我的两个儿子为了爵位和家业撕破脸，要不是邵氏行事愚钝，我也不可能把管家之事全部交给冯氏。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老夫人，我只求保下这孩子。我知道您还在怀疑，但只需等上几个月，孩子降生便能验明正真。我若敢欺瞒您，又怎能全身而退？完了，老夫人神情明显有些松动了。你想母凭子贵还不够资格？我对大人绝无非分之想，我也从未想过进入大人的后宅，为妻为妾都不愿。这个女人口中究竟有几句真言？指鹿为马，信口雌黄，本事大着。她说不想要名分，没有非分之想，刚刚靠我这么近干什么？名分这东西还真是江灵玉强求不来的。老夫人，谢府的声誉受到影响，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毕竟事情的起因是我，请老夫人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将功赎罪。你有办法挽回谢府的声誉？有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你没有做到，我便把你送去乡下庄子。是。冯氏，你统管全家，事事都要考虑周全。此次的确行事不妥，难免落人口舌。那些胡乱议论主子的下人都是谁？你是怎么处置的？母亲，是厨房的管事，还有几个粗使婆子丫鬟，我当着大嫂的面狠狠地惩治了他们。
这几人以后不能留在府上了，直接扔到庄子上去吧。厨房那边就交给你大嫂管理，她手下的人比较充裕。是，母亲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管理。以后这后宅之事你们两个共同打理，要多多商议，和和睦睦，切不能因为后宅之事牵罢住了燕京，他们在朝为官，朝中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呢。是，母亲，儿媳知错了，以后一定谨记此次的教训。从我嫁进谢府以来，没吃过这么大的败仗，这个江灵运不早点送走，绝对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幸好我没去西院闹，不然他告到老夫人那儿，自己倒摘干净了。现在他自己去告状，反惹了一身腥。以前都是我受气，他得意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给我使劲转。其实我这一次赢得挺险的，因为叔父全看谢彦成怎么做。虽然谢彦成选择包庇我，但是我却不轻松，有点后悔招惹上谢彦成。将孩子留在谢府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了吗？我可能要从长计议了。林韵，你是不是在想如何恢复谢府的声誉？这不是什么难事，大夫人等着瞧吧。好。小姐，去老夫人院子前，我便让青罗收拾细软，先出府等我。谢彦成不肯替我做伪证，大夫人也保不住我，我只能铤而走险，劫持二夫人逃出谢府。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真是担心死奴婢了。我没事，你先去把东西收好。是。这个时候，谢彦辰怎么还在府上？大人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大人，请喝茶。老夫人让云嬷嬷查验你身上的胎记时，你准备拿刀子做什么？行凶。你以为杀了姓沈的就能解决问题了？我没准备杀沈叶星，我的目标是二夫人。这个女人总是出其不意，这也是她吸引我的手段吗？不得不说，手段了得。如果大人不帮我，我身上的胎记一旦被查出来，就逃不过沈叶星对我的构陷。又有二夫人煽风点火，老夫人会放过我吗？我为了自保，只能劫持二夫人，先逃出谢府。逃出去之后呢？你以为你能走得出谢府，还能走得出圣丁的城门吗？我没想出城。你想去哪儿？我怕我说出来，他会掐死我。江灵玉，回话。要是我再不说，他可能要捏断我的骨头。去太师府，找大人在朝堂上最大的敌人林太师寻求庇护。确实是他保命的绝佳退路。我的女人和骨肉若落到死对头林太师手里，他做梦都能笑醒。这女人步步为营，连我也成了她的棋子。我还是头一次被人如此算计。江灵玉，如今的局面皆是你想要的，留在谢府，博取母亲的信任，甚至帮母亲拿回了一半的管家权。告诉我，接下来你还想要什么？他是不是想听我说，我想勾引他，博他爱意，哪怕做妾也心甘情愿，这样他就满意了？我偏不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带孩子离开谢府，这辈子绝不和他有任何瓜葛。我本只想求大人庇护生下孩子，是他们不容这孩子降生先动的手，怎么反倒成了我的图谋？难道我活该被继母陷害致死，活该被二夫人毁了清白，被老夫人除掉孩子关起来折磨？这才是大人觉得正常的结局吗？大人竟如此厌烦我，希望我得到的是这样的下场。他还委屈上了。小姐，坐下休息一会儿，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。清流，你去打探一下秦玉的行踪。是。
沈夜星和江月瑶被十方拖出谢府后，没再管他们。他在指责江月瑶想把他一个人丢下，他现在急需救治。我们先回客栈，我让人去给你请大夫。这位公子伤势极重，身边绝不能离人，必须守够12个时辰，熬过去才算脱离危险。多谢大夫。江月瑶害怕沈夜星死了，没法向沈家交差。傍晚，秦玉才回到客栈。秦玉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，瑶瑶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表哥，他被割了舌头。是谁干的？盛中城内天子脚下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告诉我是谁，我来解决。是首府大人。你们怎么会惹上首府大人？也没想到江灵运会入首府大人的眼，还能被他这般维护。我和表哥去谢府寻姐姐，将实情全盘托出，不曾想姐姐蛊惑了首府大人，他听信谗言，不由分说就割掉了表哥的舌头。还好，不是瑶瑶得罪了首府大人。瑶瑶别怕，首府大人有绝嗣之症，他只是为了江灵旭腹中的孩子，才暂时被他蛊惑。等他生下孩子，真相大白，倒霉的只会是他。你已然说出实情，首府大人不会迁用江家。可是江灵玉怀的就是首府大人的孩子，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江灵玉啊？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江灵玉山鸡变凤凰吗？我就算是嫁给秦玉，也比不上江灵玉给首府大人当妾风光。好了，不哭了。你表哥伤势如何？还昏迷不醒。你先回房休息，让丫鬟在这里照顾就好。我一直以为他和秦玉是清白的，如今亲眼见他们如此亲密，才知自己像个白痴，被他哄得团团转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对他有求必应，甚至为他被割了舌头，他竟敢当着我的面和秦玉搂搂抱抱。等我伤势恢复，一定要去问个清楚。前世秦玉来盛京谋了兵马司副指挥一职，之后因救驾之功平步青云，还为江月瑶请封了诰命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江月瑶再靠着他风光无限。江灵旭，秦公子，许久不见。我恨自己见到他时，心间竟还不受控制的轻颤。初见他时，我惊叹世间竟有如此绝色，哪怕不施粉黛也美得惊心动魄。可他偏偏如此不检点，人尽可夫。秦玉对我怨恨极深，我们除了婚约并无交集，这怨恨从何而来？我懂了，江月瑶从小就爱抢我的东西，定是他诬陷我与沈夜星有染，才是手段抢走了秦玉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和公子退亲的。江灵玉，你真是不知羞耻！一个未出阁的大家闺女怀上了身孕不说，还和2个男人不清不楚。你以为我还会守着这份婚约吗？2个男人，沈夜星和首府大人吗？哼，现在我很确信自己的想法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有2个男人的是江月瑶吧？你和沈夜星皆是他的入幕之宾。住口！我不许你诋毁瑶瑶。瑶瑶，沈夜星被首府大人割了舌头，你可知道？江灵玉，我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。你能骗得了首府大人一时，还能骗得他一世吗？孩子几个月就出生了，到时候一验便知是不是首府大人的血脉，你肯定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。我怀的就是首府大人骨肉啊！你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首府大人吗？如果我敢骗他，被割舌头的人就是我了。我远远的见过谢燕青一次，这几日来到寿陵后，听到更多关于谢燕青的传闻。谢燕青绝对不是江灵玉能随意欺瞒的人。我与沈夜星从未有过任何私情，不知你是听信了谁的谗言，认定我就是那种人。我本无意与你说这些，因为你心中没有我这个未婚妻，爱的人是自己的妻妹。你听到有关于我的谣言，甚至连真相都不愿意去调查，哪怕过问我一次，
今日见到你，我觉得你挺可怜，被江月瑶蒙骗，玩弄于掌骨之上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好好思量。不敢想象，如果真像真如江灵韵所说，我要怎么面对这个结果？我确信，主子这一次绝对是因为听到对面的谈话才动怒的。好一个江灵玉，谢府的声誉他不放在心上，跑到这里心疼起野男人来了。瑶瑶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江灵玉，我亲眼看到你一向与沈夜星私会，看在你我曾有婚约的份上，我也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。秦玉，如果不是江月瑶从中作梗，你我本应该成婚安乐过一生，只是我们注定有缘无分。有缘无分，我的心像是被刺狠狠地扎了一下。世芳，你去趟兵部，就说兵马司副指挥使一职我另有安排。是。秦玉任职一事已经是板上钉钉，帮他谋职的贵人他都宴请完了，只等着正式的任职文书下来，他就是兵马司的副指挥者。虽然只是个正七品，却是在天子脚下，前途无量。秦公子，指挥使让我来知会你一声，副指挥使一职另有安排，以之前的任命作废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？我也不清楚，要不你还是直接去问指挥使大人吧。秦玉哥哥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小姐，秦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表小姐，我家公子唤你上来陪他，又痛得难以忍受了。叫什么叫？我才下楼，沈夜星就叫我上去，烦死人！一天到晚都要我陪身边，我是他的丫鬟吗？爱江灵韵不成，我也六神无主了。沈夜星重伤无法赶路，我本打算等秦玉任职定下，就先和他回荆州禀明母亲，再做打算。可现在秦玉那边好像也出了问题。表哥，你老是叫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也不能缓解你的疼痛。我受这么大的罪是因为谁？还不是因为江月瑶，他还想扔下我不管，门都没有。这老书生专写民间真实秘闻，本本红极一时，上至权贵，下至百姓都爱看。最近他正愁没灵感，直到一个蒙面女子找上了他。大户人家秘闻，未婚夫和准妻妹背着他偷情，写不写？姐夫和小姨子，寡淡。这妻妹还和自家表哥纠缠不清，脚踏两只船。有点味儿了，但还不够劲爆。就是现在，姐夫、妻妹还有表哥同宿一间客栈，二男争一女，堪比修罗场。哪家客栈？姑娘，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菜肴只管出口，我一定会姑娘安排妥当。大夫人也吩咐了，一定要照顾好姑娘的饮食起居。嬷嬷可要盯紧客栈那边，随时让我了解那边的情况。我允诺老夫人挽回谢家声誉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姑娘放心，绝不会出任何纰漏。秦玉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，让我帮你分担一些，好不好？我任职一事被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都打点好了吗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今日我把我能见到的人全都去问了一遍，他们全都闭口不提。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一来盛京便到处送礼，按照我父亲的要求，上上下下全部都打点到位，绝对没有疏漏。秦玉哥哥，你不要太难过，要不我们先回荆州，让你父亲知府大人来处理。你表哥伤得这么重，能动身吗？表哥身边有人伺候，可以等他伤好了再动身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职务。瑶瑶，
还好有你陪在我身边。要脸，这两人果然有奸情。表哥，我先送你回房。表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秦玉哥哥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只是安慰他一下，你不要多想。还在骗我！秦月瑶都坐在秦玉腿上了。表哥，你干什么？秦玉哥哥，救救我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床上那个人是死了吗？好吓人，报官吧！不能报官，不能报官，是误会。床上那人是我表哥，本身就受了伤，血是他受伤自己流的，不是被打的。我马上让人给他请大夫。春明，你快去叫大夫来。是，小姐。官爷，就是他们！我亲眼看到这个男人一拳打床上那个男人身上，那个男人流了好多血。不是的。你确定亲眼看到有人行凶？是小的确定。都带走，交由府衙审理。官爷，他醒了，他没死。表哥，你说话呀！秦玉不是要杀你，我们是一起的，你快说啊！我现在能说话吗？就算能说，我也不会替秦玉说一句好话。刚刚是他对你行凶吗？表哥，先把此人带走关押起来，明日由府衙审理。你明日去府衙一趟。这人看着挺眼熟啊，这不是锦江投河的那个痴情男子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我心里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走开，都走开！这人叫沈夜星，旁边是他表妹，也是江灵玉的继妹。两人来盛京寻江灵玉，还进谢府指证他。结果首府大人明察秋毛，查出他们是故意毁人清白，直接割了沈夜星的舌头以示惩戒。这话术我太熟悉了，是江灵玉，这人一定是江灵玉安排的。江家大小姐做出这种事，真是丢尽了江家的脸面。你住口！江灵玉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怀着我表哥的孩子，还敢去欺骗首府大人。首府大人是随意能攀扯的吗？如果江灵玉所说的是假的，早就一尸两命了。说的没错，就是啊，我听到这事儿就觉得有蹊跷。这一对表兄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尤其这个妹妹，为什么非要陷害自己的亲姐姐？哪怕不是一母所出，也是血缘至亲啊！刚被抓走那人是谁？和这女人拉扯的，那是江灵运的未婚夫，荆州知府秦公子。未婚夫和准妻妹这么亲昵，怕是早搞在一起了。江月瑶为了独占姐夫，才陷害亲姐姐。原来如此，这就全说得通了。都滚开！大家明日记得去府衙那边看热闹，到时候事实真相自然就被揭开了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大事了？客栈那边，秦公子和表少爷魏征二小姐打起来了。秦公子昨晚还被抓走了，今天府衙要审理此案呢。我预料到那边不会太平，没料到他们三个能闹出那么大动静，真是都不用我多费心。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一见沈夜星。是，一早府衙就派人来找沈夜星，给他两个选择。要么按故意伤人审理这件案子，要么就当私人纠纷撤案，今日必须给出答复。表哥，你真要把秦玉哥哥送进牢狱吗？你就不怕得罪知府大人？我父亲都要敬着知府大人，你得罪了他，在荆州还有立足之地吗？我的确忌惮民不与官斗，我就算再混不吝也拎得清这一点。可是我就是气呀！江月瑶亲口答应过要嫁给我，现在又和秦玉勾搭在一起。表哥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你竟然不相信我，我也喜欢你啊。等回到荆州，你就向我提亲好不好？我最会拿捏沈夜星，先给一棒子，再拿个甜枣哄哄，屡试不爽。
我愿意，但是我母亲可不会同意。表哥，那你收拾一下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沈公子这是准备去府衙撤案吗？你还真是蠢，像条狗一样被江月瑶哄得团团转。你真以为她会嫁给你？她早就和秦玉私相授受，只等你把我的名节毁了，他们就顺理成章的成婚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计划出纰漏，我逃到圣灯入了谢府，他们是不是准备让你娶我？你也不想想，你都娶了我了，还怎么娶江月瑶？江月瑶肯定说过，等你先娶我，然后再休了我向她提亲，她再嫁给你这种话。江灵玉怎么知道这些？猪都比你有脑子，这种话你也信？等你休了我，她和秦羽的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你不信，大可亲自试试她还是不是清白之身。据我所知，她早和秦羽越了雷池，反正她答应嫁你，早点生米煮成熟饭对你没坏处，去撤案也不差这点功夫。我心中升起一丝愤怒，不过不敢发作。表哥，咱们走吧。他在急谁？怕我得罪秦家，还是怕他的秦玉哥哥身陷牢狱？表哥，你是不是没力气？我扶你。我不渴，咱们快走吧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表哥，你这是何意？沈夜星给我喝的水有问题。来人！这张脸真让我作呕。沈夜星真敢这么对我。江月瑶居然不是清白之身，为什么骗我？沈夜星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江月瑶，报应开始了。江月瑶已非清白之身，我本就不想撤案。秦玉再敢打我，我绝对不顾一切把秦玉送进牢狱。信中第一句话就是“瑶瑶心悦于我，早与我私定终身”。如今我们已有夫妻之实，再敢与他纠缠不清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玉哥哥，我催表哥去府衙撤案，他竟然给我下了药，我不想活了。我被沈夜星侵犯，秦玉还会要我吗？瑶瑶，别做傻事！来人！
秦公子，是江灵玉。这个时候，江灵玉来干什么？绝对没安好心。秦公子还认得这个信物吗？这是秦家给江家的定亲信。这是你我定亲的信物。那日我虽已言明退婚，却等不到你回荆州了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我将这半枚玉佩归还，你我婚事就此作罢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那日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我回荆州就退婚，他今日来此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至于退婚的原因，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。你与我妹妹江月瑶早在1年前便私相授受，暧昧不清，背弃婚约对不起我之人是你。江灵玉，你少往秦玉哥哥身上泼脏水，你也不瞧瞧你自己，你怀着别人的野种还敢说秦玉哥哥对不起你，是你和我表哥先勾搭在一起的。江月瑶，你表哥喜欢的人究竟是谁，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了。沈公子要是再藏着这份感情，你心爱的表妹就要被人抢走了。你放开我，秦玉哥哥，救我！如果沈夜星喜欢的人是江灵玉的话，又怎么会这么会不择手段得到江月瑶？这一路上，沈夜星更是频繁对江月瑶献殷勤，却从未提起过江灵玉，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。沈夜星，你一直心属的人都是你的表妹江月瑶，我与你之间从无任何私情，对不对？高哥，你别被江灵玉蛊惑了。沈夜星，你表妹还在害你，她向你隐瞒自己和秦玉的私情，吊着你甘愿受她驱使，此次前来盛京毁我名誉，明明主谋是她，最终承受伤害的人却只有你啊！当时我离死也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。你如果还执迷不悟，替江月瑶陷害我，可要想清楚，你害的人不仅是我，也是首府大人的子嗣。这一次割了你的舌头，下次呢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私情？是不是江月瑶想毁我婚约，抢自己的姐夫，才指使你陷害我？我腹中的孩子是你的骨肉吗？这是何等的仙姿玉色，举世无双！韵儿，秦玉哥哥，我竟然如此愚蠢，被江月瑶哄得团团转。秦玉哥哥，你不要被江灵叔骗了，他说的都不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哈哈，成了，老夫新作成了，深闺院，未出阁的千金和他姐夫表兄之间的二三事。我买10册，我买100册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事情真相大白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江月瑶真是蛇蝎心肠，抢姐夫还和表兄纠缠不清。秦玉也是眼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活该被退心。沈夜星那个人渣被割舌头一点不冤。哼，江灵运倒是好福气，竟能怀上首府大人的子嗣，将来必定母凭子贵。既然她能怀上，别的女子肯定也行。以前从不考虑和谢家结亲的人，也开始动起了心思。你这孩子就会逗我开心。从凉州到盛京千里之遥，回来一趟不容易，这次一定要多住上几日再走。我姑母也是这么说的。老夫人，茵茵有一事想求您。什么求不求的，你只管开口。茵茵自幼在凉州长大，无拘无束惯了，
实在是受不了宫中的压抑，不知道能不能住在谢府，也可以好好的陪陪老夫人。冯氏，你赶紧收拾出一处园子来，让茵茵住下。好的，母亲，我一定把住处安排得舒舒服服的，保管茵茵住下都不想回凉州了。3年未见，茵茵都长成大姑娘了，就是不知道燕京看到茵茵认不认得出来。燕京哥哥自是认得我的。燕京幼时与茵茵在凉州一起生活过5年呢，情谊深厚，怎么会忘记茵茵呢？屋里的人叫楚茵茵，是驻守在凉州的楚将军的孙女。楚将军的嫡长女就是宫中备受皇上宠爱的元妃娘娘，楚茵茵是元妃的亲侄女。你怀上燕京的骨肉，也间接证明燕京的绝宿之症已经好了。肯定是老夫人将她从凉州请了回来，想促成她和燕京的婚事。我也猜到了是这个情况。我郑州怎么离开谢府呢？机会就来了。大夫人，既然这位楚姑娘是大人的未婚妻，为了不影响大人议亲，请您在府外为我安排的一处地方吧。我和你说这些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大夫人，我怀上大人的子嗣实属意外。我知道，像谢府这种门第正妻未过门，是绝不允许别的子嗣出生的。我真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只是想保下腹中的骨肉，这也是我的孩子啊。燕京的绝嗣之症好没好全，还没经过验证呢。你腹中的孩子来得多不容易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动你腹中的孩子。我不喜欢元妃，更不喜欢这个楚茵茵。要让楚茵茵当我的儿媳妇，不如你来当。大夫人，我绝无此心。你可以有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得有。不想当正妻，你莫非想当妾吗？什么妻，什么妾？我想逃，带着我的孩子一起逃。有我在，我就是你最大的后盾。你只管争，燕京没你想的可怕。他要真敢动你，我就用母亲的身份来压他。他还敢忤逆我这个母亲不成？我瞧得出来，燕京对你早已心动了，只是碍于脸面不肯承认。大夫人，你是怎么瞧出来的？知子莫若母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听你的，只怕明年今日坟头草都有1人高了。走，我们进去了。大夫人我认识，那大夫人身边的这个女人就是江灵韵了。圣经的传闻我听到一些，有不少人夸江灵韵貌美，我以为也不过是好看一些罢了，没想到亲眼得见，那些传闻竟然一点也不夸张，有些羡慕。这才是在爱中长大的孩子，有种无拘无束、恣意生长的美。茵茵见过大夫人，灵玉没被撞到吧？大夫人，不碍事的。茵茵，灵玉肚子里怀的可是燕京的骨肉，这个孩子对我们谢府来说非常重要，不得有半点闪失。江灵玉未婚先孕，名声尽毁，又只是个知州之女，根本配不上燕京哥哥。大夫人怎么还当宝贝护着？我本想嫁给燕京哥哥后，为显正式大度抬她做妾，可如今看来，这女人绝不能留。邵氏，你又在说什么混话？燕京的绝宗之症已经好了，将来有正妻有嫡子，江灵旭怀的这个孩子算什么？你一人还代表不了整个谢府，谢府重视的只有嫡子。燕京好没好，那也得看他和别的女子能不能怀得上孩子再说。我感觉这句话是在暗准我没有江灵玉漂亮，不得燕京哥哥喜欢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动了，和燕京小时候一样调皮呢。此时此刻，我感觉大夫人有一种解释不清的风感。我今天可是来向老夫人复命的啊，不能再让大夫人把我带偏了。老夫人，江月瑶和沈叶星的恶行已经人尽皆知，谢家的声誉也恢复了。今日特向老夫人回禀此事。此事虽因你而起，但看在你挽回谢家声誉的份上，我便不追究了。
你腹中胎儿需等分娩后才能验明正身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安分守己，直到孩子出生。江灵玉敢得罪我，我就让他见识见识我的手段，先去母留子，再慢慢对付那野种。那么多孩子精心照料还会夭折，这孩子随了他那下贱母亲，怕是也享不了谢家的福分。这谢家也是虎狼窝呢，谢府的后宅比起前世的神府只会更可怕。我不同意，放肆！灵玉，我们走，给我拦住他！大夫人，你可以走，江灵玉必须留下。真不愧是将门虎女啊！灵玉，别怕，我说了，我会保护你。我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说动手就动手，打云嬷嬷和打老夫人有什么区别？这可真不兴打啊！哎呦！大嫂，你竟然敢对母亲身边的管事嬷嬷动手，这和打母亲有什么区别？邵氏，你给我跪下！你竟敢如此狂妄！今日我要不对你实行家法，只怕你日后真敢直接对我动手了。动家法就动家法，动完家法，不许再动江灵玉，还动了家法就不能动江灵玉。邵氏连自己都护不住，还想去护江灵玉，夫人太冲动了。这下大罗神仙来了也破不了此局，忤逆婆母，还动手打了婆母的人，一个孝道压下来，到哪儿也说不出个理来。二夫人，大夫人不是有意顶撞老夫人的，你与大夫人情同姐妹，求你向老夫人求求情吧。二夫人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的肚子好痛，你是不是容不下我的孩子？不是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摔的。二夫人，奴婢亲眼看到你推了江姑娘一把，破局了，破局了！江姑娘真是厉害啊，大胆刁奴，你也敢污蔑我！大夫人，江姑娘流血了！邱嬷嬷，请大夫！大人，江灵玉会拿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去陷害二夫人吗？不可能。孩子没了，唾手可得的富贵也没了。我虽看不上江灵玉，可是江灵玉怀的毕竟是谢家的血脉。二夫人与大夫人争来争去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可是真要是坐实了谋害子嗣的罪名，我不会饶了他。母亲，我绝对没有谋害江灵运腹中的孩子心思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情绪比较激动，我想把手抽回来。他可能是自己没站稳自己，摔了。起来吧，你亲自去看看江灵玉是什么情况。若他腹中的孩子无事，你就不必担谋害子嗣的罪名了。是。灵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吓我！大夫人，我没事。怎么可能没事？你流了那么多血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肚子还疼吗？快去看看大夫来了没？是大夫人。大夫人，我真的没事，血是我做刺伤大腿流出来的，你别担心。江灵玉，你在老夫人面前不惜刺伤自己，装作胎儿有患，又想算计什么？在大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工于心计的人吗？灵运，你是为了替我解围才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您误会江姑娘了。老夫人要对大夫人动用家法，江姑娘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家法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竟然严重到动家法？这孩子竟然为了替他围，不惜伤害自己。邱嬷嬷，大夫可靠吗？江姑娘放心，可靠的。大夫人，大夫来帮我诊症过之后，咱们就对外说我动了胎气，要好好保胎。而且我的真实情况绝不可以走漏半点风声，要不然这出戏就白唱了。我就知道
大夫人最吃这撒娇卖乖这一套，老夫人那边你还得去给个交代。还交代什么？他只信冯氏的谗言，把你留在他那里定是冯氏的主意，你去了能有好日子过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，无非是等你生产时动手脚，去母留子，打就打了，还去认错，我不干。大夫人，奴婢觉得江姑娘言之有理，就当是给老夫人一点颜面。不去，有本事他替我那亡夫休了我，要不就同意分家，让我自立门户。我知大夫人这些年过得有多憋屈。夫人，我不是让你去认错的，我知道你的怒气还没有消，我是想让你继续去出恶气。这个江灵玉当真是不知收敛了。灵玉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去老夫人那里打一架？邱嬷嬷，二夫人管家这么多年，总有些纰漏吧？你手上有二夫人管家不利的证据吗？有一样证据就够了。大夫人，您带着证据把二夫人扭到老夫人面前，先假意道歉说打人不对，然后把责任全推给二夫人，拿着证据，连同今日她推我一事，跟她一并清算。如果你还觉得不解气，那就把那些捕风捉影没有证据的也给抖出来。江灵玉，前面的馊主意已经够用了。灵玉，你别管他，你继续说。总之，这一次你想往二夫人身上泼多少脏水都行。老夫人要处理大房与二房的矛盾，哪还有心思管你顶撞她？灵玉，你真是冰雪聪明。大夫人，大夫来了。大夫人，二夫人来了，在前院候着呢。哼。邱嬷嬷，你去母亲那边盯着些。是。谢燕京没有阻止，反而认可我的主意，可见他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在意的。姑娘，胎儿安好，姑娘的血虚之症也缓解一些了。还请大夫给我开一些治伤的药。江姑娘，这是药粉，直接撒在伤口上，有止血止痛的功效。多谢大夫。你先去外面的偏房候着。是。大人，从今起，你住在我的院里。为什么？像你这么心肠歹毒之人，不能留在我母亲身边。大人，如果你担心我带坏大夫人，不如在外置个院子安置我。倒反天罡，你不愿意当妾，想当外室。大人，如今你正要议亲，我去你的院子住，只怕会让楚小姐误会。谁和你说我要议亲？我无言以对。你就住这儿。小姐，你伤哪儿了？快让奴婢看看。腿。我是用簪子扎的，如果不扎深一点，就不会有那么多血流出来，达不到效果。小姐，你忍着点儿，奴婢这就给你上药。啊！用这个。把门关上。真是越想越郁闷。本来住在大夫人那里，我完全有把握说服大夫人把我安置在府外，只要离开谢府，我就能带着孩子完美脱身。现在被谢燕京带到她的住处，我逃离的难度直线上升。母亲，儿媳知错了，先前不应该对母亲的嬷嬷动手，还请母亲原谅儿媳。儿媳实在是被冯氏逼得走投无路了。大嫂，我怎么逼你了？你在婆母面前动手，大逆不道，按律当去游街示众。你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，竟然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。邵云英疯了。母亲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冯氏，你还记得庄子上的小桃吗？小桃不是死了吗？邵氏想拿这个来炸我，打错如意算盘。他还活着。母亲，冯氏从我手中抢走管家权，其实是想为他自己谋取私利。他与庄上的管事暗中勾结，克扣庄子的月钱与粮食，还帮管事包庇恶行。这个叫小桃的被管事强占，逼得跳河自尽。
好在这丫头命大，被人救了，找到我，让我为她主持公道。你血口喷人！母亲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今日你推灵运害她跌倒，差一点害死她腹中的孩子。如今她腹中的孩子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。冯氏，你还敢狡辩？我没有推他。这些年我为求家和万事兴，连管家权都让给你，我一再退让，你却步步紧逼，连燕京好不容易得来的子嗣都要残害。你纵容恶奴偷盗府里财物，还要抽90利，甚至还和外男牵扯不清。赵云英，什么脏水都要往我身上泼是吧？什么和外男牵扯不清？我何时与外男牵扯不清？我充其量只是觉得哪家儿郎长得好看，多看2眼罢了。有了管家权，你就可以出入各府应酬，见你想见的人。你和谁牵扯不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够了，气死了，快要气死我了。母亲求您做主，定是冯氏出主意让灵运留在您这儿。若孩子出事，咱们婆媳反目，他就是最大受益者。儿媳性子直，情急之下才打了云嬷嬷，儿媳绝无不敬之意，全是被这歹毒的冯氏逼的，求母亲原谅。老夫人，你消消气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母亲，您若还不相信儿媳，儿媳可以马上调查冯氏，把她做的所有丑事全部查清楚。深宅大户哪家没有点安杂事？只要没有闹出来，都是光鲜亮丽的。如果真叫邵氏这个无脑悍妇把家先个底钞全抖落出去，我死了都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此事我自会查清楚，你且下去吧。母亲不计较儿媳忤逆禀状了，这一次也算你情有可原，下不为例。儿媳谨遵母亲教诲，先告退了。自从我嫁进谢府20多年来，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。谢燕京不由分说把我带到这里，别的什么也不管了。小姐，要不奴婢先回大夫人的院子，先拿些被褥什么的过来，小姐受了伤也好休息休息。不用，这么急着去拿东西，显得我有多想住在这里一样。我还想挣扎一下。快，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抬进去。我回去就听说燕京把灵运带到他的院子了，住一起好啊，日久生情。不过我还有些担心，燕京，灵运怀着身孕呢，你让她住在你这儿，母亲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只是你要好好照顾她。母亲，你院中人多口杂，让她暂时住在我里，才能守得住她陷害二夫人的秘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怎么感觉主子有点那个什么口是心非呢？而且不止一次了。灵运，你怎么了？灵运，你怎么了？灵运，不哭，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大夫人，灵玉惶恐，入府以来，灵玉夜夜难眠，幸得夫人照拂，方得心安。灵玉斗胆，求居夫人院中，只当养了只猫儿狗子儿。灵玉一定安安静静的待着，不会惹大夫人厌烦的，好不好？你在这里不能当只小猫小狗安静待着吗？东西还没收拾好，我还有话要和灵运说，说完再走。大夫人，床铺好了，可以让姑娘来休息了。慢点儿，不要扯到伤处了。去看看我让人从库房拿的东西拿来了没有？是。这些都是我当年的嫁妆，一直存放在我的库房里，没有动过。这些全都给你了。你要是不喜欢这些款式，可以拿到珍宝阁去换成自己喜欢的款式。给我，大夫人，不行，我不能要。灵运，我就只认你这个儿媳，
将来你和燕京大婚的时候，你的嫁妆无需江家准备，我来安排。从现在起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我们之间不分你我。不管任何时候，有钱才有底气。这些钱你拿着用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再带你熟悉一下我名下的铺子庄子。以后那些铺子和庄子赚的钱都归你管，咱们自己靠自己也能吃喝不愁。大夫人，我不懂这些，也不会打理铺子还有庄子。没事，我慢慢教你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一学就会。你先安心住在这里，等风头过去，无人起疑，就可以随意走动了。燕京白天几乎不在府上，有时候很晚才回来，你就当他不存在。清流，你看看这个荷包里有多少银票？小姐，整整2万两。什么？2万两？怪不得大夫人这么有底气，天天想自立门户，原来的确有这个资本啊。说真的，我活了2世，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。先收好吧，你明日抽空去打听一下江月瑶那边是什么情况。是，小姐。这是哪儿来的书？回大人，这是三皇子殿下让人送来的。谢叔父，我有一计，可以不用找女人也能判断你的绝气之症究竟有没有治愈。晚点我让人给你送些书籍，你好好看看，定有收获。大人，这书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先出去。是。楚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石方，好久不见，我来给燕京哥哥送些绿豆汤。近来天气炎热，喝点绿豆汤清热解暑。我这就去禀报大人。不用了，我和燕京哥哥之间哪有那么生分？燕京哥哥，今日我来府中拜访，在老夫人那里匆匆见了你一面，还没有好好打声招呼。这是我亲手熬的绿豆汤，清热去火。燕京哥哥，你尝尝。燕京哥哥，你平日都喜欢看什么书啊？这些书你不能看。燕京哥哥，明日你有空吗？三皇子表弟说要带我好好在圣经玩一玩，我想和你一同前往。明日我有公务在身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石方，送客。燕京哥哥，你好像变了，以前你对我不是这样的，怎么现在对我这么生疏？我们3年未见，还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你就冷着脸赶我走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就瘦哪儿？明日我处理完公务，若有空，便去寻你们。谢燕京还不承认要和楚茵茵一亲，对楚茵茵的态度就出卖她了。他绝对是在乎楚茵茵的。不许骗我，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拉钩。今日知道这东西烧火花几头，老身是已经凌迟了呀。燕京哥哥，那位江姑娘情况怎么样了？还需保胎。今日的情况太混乱了，要是我在她摔倒的时候接住她就好了。此事与你无关。既然她这么在意我怎么样，那我……清流，你去那边一趟，就说我突然腹痛。小姐，你是想和那位楚小姐争宠吗？是，快去吧。你不能进去！大人，我家小姐突然腹痛，还请大人快过去看看吧。这个江灵运又有什么算计？石方，去请大夫。大人，韵儿好痛，韵儿真是没用，连大人的孩子都保不住。茵茵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江灵运一定是装的，故意在我来找燕京哥哥的时候用这种下作的手段争宠，这个贱人！燕京哥哥，江姑娘这么难受，让我留下来照顾她吧。你明日还要上朝，应该早些去休息。石素，送客。那我先告退了。我此时的模样，绝不能让江灵运看到。反正目的达到了，
随谢言辰怎么发作吧，他不可能把我杀了吧？江灵玉，你是真腹痛还是装的？大人，楚小姐深夜来此，我若不装一下，怕露馅了。你就没有点别的目的？我一心为大夫人着想，大人实属误会我了。我肯定有别的目的啊，这是能承认吗？这一刻，我的确有些心慌了。在谢燕京面前玩手段，如同刀尖上跳舞，真要是触及他忍耐的极限，或许他真敢让我一尸两命。大人，我性子恶劣又蛇蝎心肠，还爱挑拨离间，不讨人喜。如今大人的绝世之症也好了，不如直接把我赶出府去吧。江灵运究竟是何用意？以进为退，还是他真想离开谢府？江灵运，谢家的子嗣断没有流落在外的道理，何况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养活孩子？大人，我有一些王母留下的遗产，全部被我换成了银票。离开竞争后，我可以找个地方安顿，不至于流落街头。大人放心，只要我离开谢府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来谢府搅扰大人，更不会告诉孩子他的真实身世。大人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怎么谢延京突然这么大火气？他竟然真想离开，拦着我的轿子让我认他铺中的孩子的人是他，进入谢府寻求庇护的人还是他，现在想离开的人也是他。如今沈夜星和江月瑶对他造不成什么实质的威胁了，所以他在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。江灵运，收起你那份心思，孩子必须留在谢家。接下来你若安分守己，生完孩子，我便给你一笔钱财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若是你还敢惹是生非，生完孩子后，我便让你跟着囚犯流放北监。小姐，这根本不是要争宠，是要离开啊！没事，我还有楚茵茵这步棋，楚茵茵肯定会帮我的。茵茵见过老夫人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和燕京这么久没有见面，也不好好叙叙旧。江灵玉突然腹痛，我便先回来了。我怎么把她给忘了？老夫人息怒，她今日差点流产，还在保胎，不舒服是很正常的。我姑母身边有个很厉害的女医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明日入宫一趟，请女医来给她瞧瞧。茵茵，你当真容得下江灵运？身为正妻，为夫君管好后宅是分内之事，妾与庶子同样也是正室的财产，有什么容不下的？更何况为妻与为妾不是一样的眼界与心行，我学的是为妻之道。老夫人，不怕您笑话我，今生今世，我只愿嫁给燕京哥哥为妻，就是不知道燕京哥哥是怎么想的。他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，我会让邵氏入宫向元妃娘娘提亲的。邵氏不讨老夫人欢心，冯氏管家失职证据确实，老夫人年事已高，无力掌事，管家权自会落入我手。届时收拾江凌晕，不过捏死一只蚂蚁。沈夜星并未带江月瑶返程，二人依旧留在盛京客栈，且只同住一间房。我被沈夜星软禁禁锢，贴身丫鬟春明屡次遭他殴打，如今畏他如虎，再也不敢听我吩咐。我被困在此地，无路可逃，只能任由他肆意欺辱。我恨自己当初太过自负，临行前母亲想安排随从护我，我却自以为是，觉得有沈夜星和秦玉的护卫保驾护航，定然万无一失。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全是我自作自受。表哥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我连日委曲求全讨好他，总算让他态度松软。我本想今晚在家劝说，说不定明日就能动身回荆州。只要回去，母亲定会为我出头，处置沈夜星。至于江灵玉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公子，江大小姐的丫鬟前来传话。表哥，别信江凌云的话，她是故意坑害你。二小姐落得这般田地，纯粹是自作自受。沈公子，我家小姐让我转告你，若想和二小姐稳妥成婚，万万不可急于返程。你伤势未愈，经不起舟车劳顿，不如暂且留下，等二小姐怀有身孕，二人再回荆州，婚事方能彻底稳固。贱人！二小姐何必动怒？
莫非你根本不想嫁给沈公子，只想早日返程脱身？我没有别的心思，我是真心想嫁给你，你别被他挑拨离间。小姐和大夫人待我极好，如今我出门也能乘坐马车，着实安稳享福。秦公子，你还在圣经？阿韵在不在车上？我有要事见她，麻烦你借一步说话。我在此等候，是为与楚茵茵三皇子会合。我之所以对楚茵茵格外特殊，是因为她与我有救命之恩。10岁的我误入雪山，身陷狼群包围，危急关头，楚茵茵驯养的幼狼挺身而出，逼退群狼，让我得以获救。大人，是青离姑娘，楼下秦玉拦住了她的马车，还把她带去了小巷。谁让你事事汇报？大人明明在意江姑娘，偏偏这般口是心非。这里无人，有话直说。阿韵在谢府过得好吗？我始终放心不下她。你我家小姐早已退婚，她的生活与你无关。若无要事，我先告辞。求你把这个还给阿韵。是我蠢，是我瞎，错信江月瑶的挑拨，误会了她。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阿韵一人。当初的一切都是二小姐刻意陷害，我家小姐从未主动招惹沈夜星。我知道错了，可首府至今未给阿玉名分，她留在谢府终究伪过错。求你帮我转交玉佩，让她自己抉择。若是她不要，明日此时此地你再还我便可。如今我全靠这些来打发时间。小姐，沈夜星那边如何？那个姓沈的听进小姐的话了，肯定会等江月瑶怀上孩子才回荆州。我早就猜到江月瑶的打算，沈夜星是纯坏，没什么脑子，根本玩不过江月瑶。前世被江月瑶耍得团团转，江月瑶嫁给秦玉的时候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，怒气冲冲的去找江月瑶要说法。结果江月瑶只用了3言2语就把他哄得晕头转向。最好的报复当然是感同身受啊！我要用同样的方法，利用沈夜星粉碎江月瑶的所有希望，先把沈夜星和江月瑶牢牢地锁死，让他们互相折磨，等以后我再慢慢讨债。奴婢今日还见到秦公子了。秦玉还在那家客栈，莫非他对江月瑶还是难舍旧情？不是的，小姐，秦公子如今心心念念的人是小姐。小姐，奴婢擅自做主把这枚玉佩拿回来了，请小姐恕罪。秦玉若有此心，取而代之的心倒是可以成为我的助力。这枚玉佩我留下了，再去帮我准备纸笔。是。那日他与秦玉私会时，我还害怕他被蒙骗，如今欣然留下这枚玉佩，是想与秦玉再续前缘。江凌韵这个女人实在可恶。表妹，前面就是谢首府说的茶楼了，他在那里等我们。这样的打扮我自己都不习惯，更有些不好意思见燕京哥哥。表哥，我今天这样看起来好看吗？像个女人。茵茵，我觉得你还是男装打扮好看一点。既然难看，我才不要让燕京哥哥看到我这副模样。你去哪儿？站住！你总不能一直在谢长府面前穿男装吧？也该让他慢慢习惯你穿女装的样子。殿下，首府大人说他临时有事先行离去，包房他已经订好，今日殿下和楚小姐的花销皆由他来支付。你可知首府大人去了哪里？小的不知。表哥，我先回去了。茵茵，就算首府大人没空，逛了这么久，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再走啊。这封信的内容不太好写，
我要好好斟酌一下。伤还没好，就迫切的给他的情郎写信互诉衷肠了。大人怎么来了？秦公子，秦玉吗？是。你不是和他退婚了吗？退了，但是还没完全退。不想退了。大人问这些做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与大人无关。秦玉轻易被人蛊惑，便怀疑你与别的男人有染，弃你于不顾。如今你还怀着别的男人的子肉，你觉得他对你能有几分真心？多亏谢燕京提醒我，如果想让秦玉帮我，必须要把情分拉满。江灵韵，好手段啊！我做什么了？怎么就又好手段了？大人，你说这话是何意？你用这些手段吸引我的注意，的确不按常理出牌。大人，我究竟用什么手段吸引你的注意了？不是他非要我搬到这里住，不是他突然进来招呼都不打一声吗？江灵韵，你很会伪装。又来这一套，还有完没完了？江灵韵，我纳你为妾，给你名分，等你生下孩子可以自己降养。燕京哥哥原先不是不想留江灵玉吗？只想要她腹中孩儿。二夫人说的对，切莫轻戏男子。我原以为他与众不同，没想到得尽快敲定和他的婚事。大人，你知道妾室究竟是什么地位吗？妾是奴，可通买卖，也可以像一个物件一样随意送人，对主网更要如主子一般恭敬。当妾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江灵韵，燕京哥哥能给你个妾室的名分已经是抬举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想做燕京哥哥的正式夫人吗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自己配不配？怎么才1天时间，楚茵茵就换上了女装，就连份英气也没有了？出去。燕京哥哥，切莫被美色迷惑，正妻之位不配做正妻，惯会巧言蛊惑，身怀身孕，还一心拉拢于你。释放！你放开我！不行，我绝不能任由江灵韵这般张狂。如若不然，待我嫁入府中，她必会仗着燕城哥哥的宠爱，凌驾于我这个正妻之上，肆意妄为。大人息怒，请大人放过我家小姐吧。滚出去！大人，我还怀着身孕，你若真的厌恶我，尽可将我处置。你安心养胎，虽然我渴望它，但是我的理智还没有崩塌到那种地步。小姐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以后他要是再这样，你不要惹怒他。万一他真的下令责罚你，我护不住你。小姐，奴婢不怕，奴婢拼命也要保护小姐。逃离谢府，越快越好。清流，你留意一下楚茵茵那边，今日她撞见这一幕，绝对无法忍受。是，小姐。以前燕京的祖父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谢家每个月都有家宴，大房二房齐聚一堂。后来祖父去世，大房示威，老夫人也就更偏袒二房了。我这个大房夫人好像不够资格了。今日母亲叫我来，可是确定怎么处置冯氏了？今日我叫你来，暂且不谈此事，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尽快解决。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的？冯氏若只是贪一些也就罢了，可是他竟然连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包庇，母亲应当立即处置他，以免将来他闯出更大的祸事。我想和你说的是燕京的婚事，你说说，到底哪件事情更重要？当然是处置冯氏更重要。有你这么当母亲的吗？孩子的终身大事你不放心上，天天想着关起门来一家子内斗。
蠢出天际，还好我也没看上她这种婆母。等我一嫁进来拿到管家权，就不用看邵氏的脸色过日子。你是他母亲，你不操心谁操心？母亲真是这么想的？我觉得江灵玉就不错，他父亲是荆州知州，虽然身份低了些，和燕京也算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什么上天注定的缘分？肯定是江灵运蛊惑邵氏这个蠢货。看来江灵运绝不能留在谢府。等江灵玉把孩子生下来，抬她当个妾室，已经是抬举她了。这天下哪个母亲不是为孩子的婚事绞尽脑汁？你倒好，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来。老夫人拐弯抹角的，不就是想让燕京娶楚茵茵吗？知道我为什么留茵茵在府上住下吗？儿媳愚钝，不知母亲何意。元妃娘娘有意将楚茵茵许配给燕京，你明日便入宫拜见元妃娘娘，向元妃娘娘求娶茵茵。不行，我不能去。云嬷嬷，谁在里面？回大夫人，是个丫鬟笨手笨脚的摔了个杯子。邵氏，你少给我转移话题。母亲，燕京的性子你也知道，此事我还是和他商议一下比较好。他若同意，我立即就进宫拜见元妃娘娘。燕京一定不会同意。好，你今日便去询问他的意见。谢燕京与楚茵茵不仅有儿时的交情，身世又相当，他有什么理由不选择这样一位正妻呢？我从江灵运的房中出来，就开始练字，一直到现在，身体里的那头野兽才渐渐沉睡。燕京，你的脸……母亲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今日我去陪老夫人用膳，她向我提了你的婚事，元妃娘娘有意将楚茵茵许配给你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如果你愿意娶楚茵茵，我明日就入宫拜见元妃娘娘。我无意娶楚茵茵为妻。那我便如实回复老夫人。母亲，此事我亲自向祖母说明。也好，省得你祖母以为是我的意思。你继续忙吧，我去看看灵运。我被江灵玉牵动情绪，只是身体上的需要，仅此而已。我对江灵玉可以，对别的女人也一样可以，所以，我不是非她不可。灵运，你猜我今天去老夫人的院里，她和我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燕京的婚事，老夫人想让楚茵茵嫁给燕京，不过你不要担心，燕京拒绝了。大人为什么拒绝？不喜欢呗，还能有什么理由？有你在，他还能看得上谁？啊，这不对劲儿！谢彦成没有理由拒绝楚茵茵啊，青梅竹马还门当户对。他看不上楚茵茵，难道还想娶公主不成？不，公主他就别想了，驸马不可入室。谢彦成能为了公主放弃仕途，绝不可能。灵运，你放心，我会慢慢为你周旋的。只要燕京执意娶你，什么身份地位全不是问题。清流，快帮我准备纸笔。我原本只是想刺激一下楚茵茵，让她感到我的存在会她造成威胁，然后借助她的力量逃离谢府，再让秦玉护送一程。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稳稳地把孩子生下来。计划很圆满，还没有开始执行呢，就出纰漏了。楚茵茵要是知道谢彦成不愿意娶她，还不得把账全算在我的头上啊！别说助我离开谢府了，说不定已经想除掉我，一劳永逸了。明日一定要把信送给秦玉。小姐放心吧，奴婢保证完成任务。我的伤结痂了吗？结痂了，也不红肿了。这点小伤应该好恢复，不会耽误我的计划。小姐，其实大夫人挺好的，奴婢看得出来，大夫人是真喜欢小姐。人要多顾着自己一些，优柔寡断只会给自己平添烦扰。每一个选择，只要过得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就好。“
一定是因为江灵韵，燕京哥哥才不愿意娶我。楚茵茵对我的恨比我想象中的只多不少。谢燕京不愧是当朝首辅，执行力真是太强了。昨天晚上都那么晚了，还去拒绝楚茵茵。江灵韵，你别得意，燕京哥哥现在只是被你迷惑了，才不愿意娶我。等他哪天反应过来，就会知道只有我才是最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光讨好大夫人没有用，老夫人绝不会同意燕京哥哥娶你。楚小姐，你所说的哪天是何年何月？贱人，你是在向我耀武扬威吗？你别以为你现在有燕京哥哥护着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虽然燕京哥哥拒绝了我，我一样能让元妃娘娘去向皇上求一道赐婚的质疑。既然能直接赐婚，为什么不直接请旨呢？要是楚小姐一来到盛京就请旨赐婚，也不会有被拒绝这一档子事儿了。与其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不如找到症结解决问题。找到症结？江灵韵，你说症结是什么？是我啊。如果我不存在，大人与楚小姐的婚事就不会有阻碍了。没错，只要你不存在，燕京哥哥一定会娶我。还好，事情还在控制之中。楚小姐，我并不想留在谢府，也不想攀附大人。我来盛京是被我继母和妹妹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江灵音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亲耳听到你不愿意当妾，你想当燕京哥哥的妻子。是，我不愿意当妾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试问这世间又有哪个女子甘心为妾呢？可是这世道就是这样，没得选择。我想为妻，却又配不上大人的身份。就算大人娶了我又如何？我能在盛京抬得起头来吗？还不是受人冷眼，举步维艰。江灵韵，算你识相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请楚小姐助我逃离谢府。逃？对，我想和孩子寻一处无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生活。此生不做人妾室，为奴为婢，也不为人妻室，辛劳一生，只养大我生的骨肉，安稳度日。你最好不要骗我。若是我助你逃出去，你再敢回来招惹燕京哥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绝不会回来。我还不知道阿韵会不会收下那枚玉佩，我还能不能再见她一面。阿韵不肯原谅我吗？玉佩我家小姐留下了，这是她给你的信。秦公子，我家小姐说，如果你不愿帮忙的话，就只当没有看过这封信。若是愿意帮我家小姐，我家小姐定当好好酬谢公子。你告诉阿韵，我绝不会让她失望。多谢秦公子。烧得真干净，真是一点线索都不留下呀。